人人都说女追男隔层纱，这句话一点都不假。只要女孩子有着一颗坚韧不拔的心，想要追到男神，那绝对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。再说了，对于送上门的贴心女友，谁不想要呢？问心中的陈月就把女追男的套路演绎到了极致。面对周晓峰这个谜一般的男人，他在背后不知道做了多少调查，可能连陈月都没想到，自己一个做律师的，竟然会把专业利用到追男人的套路上吧。不过结果是好的，起码在陈月的各种偶遇之下，周晓峰从打开心扉，再到主动承认恋情，不用想都知道陈月的内心到底有多激动，就像是自己看中的一个包包突然到手了一样。可女追男终究是有弊端的，因为林毅的医疗纠纷让方小然受了伤，而在此之前，她与未来嫂子也就是陈月早已经处成了好闺蜜，所以只要有事情，方小然都会第一时间分享给陈月，甚至还会让陈月跟着自己一起去调查。可在周晓峰看到妹妹受伤后，一向和颜悦色的他立马对陈月摆起了脸子，直言他这件事做的欠缺考虑，如果妹妹真的出了什么事，他怎么跟母亲交代？从头到尾，周晓峰的眼里都只有妹妹伤的重不重，而从未关心过陈月有没有吃亏或者受伤。这是一个男友该有的态度吗？的确，周晓峰对妹妹的负责，大家是看在眼里了，可他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劈头盖脸的对陈月一顿埋怨，有没有想过，站在自己面前的，是有可能跟他共度一生的女友呢？总觉得在这段爱情中，永远都是陈月在迁就周晓峰，而周晓峰有任何的秘密都不会告诉他。如果不是陈月能力强，总是从各种渠道摸出点蛛丝马迹，说不定连周晓峰到底在抑郁什么都不知道呢。很显然，周晓峰对陈月还是隔着点距离的，起码在他的心目中，陈月是没有方小然这个妹妹重要的。把血缘放在第一位没有什么问题，但陈月终究是吃亏了，她的卑微让人意识到女追男恐怕没有那么理想。别忘了，在一段爱情中，谁付出的越多，谁往往是最容易受伤的那个人，甚至有可能不被珍惜。女追男固然是隔着一层纱，但陈月不被周晓峰真爱，却也是很打脸的一个结局。对于女人来说，自然是想跟心上人结婚的，可如果嫁给一个不爱自己的人，那跟丧偶式的婚姻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当然，周晓峰不至于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，但他对陈月的爱很显然是没那么多的，起码在任何事情上都比不上自己的好妹妹。他害怕给母亲一个交代，难道就不怕给陈月一个交代吗？难道说这就是成年人的爱情，不需要太多的浪漫与真爱，只要相互觉得合适就可以吗？陈月跟周晓峰般配吗？